1、2、3、4、5、6、7啊，各位，今天畫面一開始就知道，我們終於要認真的開始直播啦。那不管各位覺得怎麼樣，今天討論的內容呢，就是一個會導致本人受到系統警告的一個內容啊。我們要講的今天的資料，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困難，但偏偏它觸及了美國的國安議題啊。那美國的國安議題是什麼呢？就是你要如何在美方公布了最新的資料，關於他的伊朗戰爭到底怎麼打之後呢？我們要推斷的是，我個人就是很喜歡做兵推啊。那到底兩岸中美之間會怎麼安排他們接下來的戰況？這是一個我認為很值得討論的事情，花了很多時間，連續做了2、3次，每次遇到國安警報，Anthropic 會有國安警報啊，這不是開玩笑的，他會直接告訴你違反使用者政策，我不能讓你繼續。那所以事務所的同學晚安，我是朱璇。美國的國會研究處出了一份報告。42架軍機的損失，290億美金燒光。五角大廈呢，現在叫做戰爭部，不是國防部了，是戰爭部。那打傷 F-35，在這場伊朗戰爭中呢，是1990年代蘇聯技術的伊朗仿製版本，還不是頂尖貨。然後呢，這件事情有沒有讓全世界都有所學習？一定有的，但到底誰會學到？誰會怎麼評估？我們今天就花時間跟各位聊一聊。各位晚安，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美中之間在接下來會進入一個新的局面，因為伊朗一戰證明了美軍有很多的弱點，而且這個弱點呢，是美方自己也沒辦法在短時之內解決的，所以我們會講到 Operation Epic Fury 史詩狂怒行動 KC-135 加油機 THAAD 薩德這個高空戰區反彈道飛彈系統 Leave No One Behind 的美軍哲學，不拋棄戰友，還有他們的 magazine depletion， 他們的彈夾清空。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嘍。今天的定場詩是美中新局誰先亮，290億燒光 ，F-35傷神話碎，加油機焚排成行，不拋戰友血染鐵，彈夾半空誰守正？三頂帽子今夜換，台灣算賬找哪方？各位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我們今天先從一份報告開始。一份報告開始呢，這要討論的是什麼？這份報告的正式名稱叫做 CRS Insight， 這個 IN12692 是美國國會研究處的資料。那美國國會研究處的資料是什麼？是如何往下走？那如何往下走是什麼狀況？就是你要怎麼樣子才能夠評斷美方這一次所吃的虧、所受到的影響、所受到的麻煩，那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那為什麼最重要？因為你要進到最麻煩的地方，才能夠分析到如何在接下來的位置裡面好好的討論。哇，來，所以我們先講這份報告啊，你看到沒有？我報告在背後一看就知道，這一次的伊朗戰爭呢，美方損失非常多，損失有多少？哦，謝謝 Linda 送了200顆寶石的陽光。來，這個報告說是美方的審計部的報告，但其實它揭露了很多美方不願意讓人家知道的軍事機密。這是美國國會研究處出品2026年5月13日的更新版。國會研究處是什麼？是美國國會的智囊機構，不隸屬行政部門，理論上是獨立客觀的。那
他們的報告的題目叫做《美軍在史詩狂怒行動中的航空器戰鬥損失是國會應關注的問題》，這有點像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會的那個預算編列小組。那史詩狂怒行動是什麼？是 Operation Epic Fury，2026年2月28日開始，美國跟以色列聯合打伊朗的那場戰役。賬單來了，我後面這一個我做的版本就讓各位看到了。來，有多少賬單呢？42架固定翼旋翼機無人機，統計下來有42架損毀或擊落。成本呢？2026年5月12日啊，代理五角大廈主機長 Hurst the Third 赫斯特三世在國會作證說軍事行動的成本估算已經上修到290億美元。他的原話是：大部分的增加呢，來自於對裝備修理或替換成本的精準估算。各位，2個月打掉了美國290億，在一個次要戰場，在一個中等國家的戰場上。你知道什麼叫做次要嗎？就美國今天的主要假想敵不是伊朗，是中國。伊朗對美國是次要，這個次要戰場一燒掉290億。問題來了，報告這麼寫，但五角大廈自己的內部估算呢 ？CBS 新聞呢，4月30號報道，內部估算逼近500億，公開說290億，內部說500億，相差距是近1倍。這個差距叫什麼？叫民主國家的戰時透明度問題。CIS 報告在第一段就寫了，五角大廈並未發布一份對 Operation Epic Fury 戰鬥損失的全面評估報告。換句話說呢，美國國會研究處跟你我一樣，是用公開資訊去湊這份報告的，因為軍方不給數字，他們自己去找報紙媒體的報道來拼。這個細節我們等一下回來再講，但是因為它對台灣有非常直接的啟發。來，我們先把42架的清單念一遍，你直接看後面的文字也好，但是有些人是用像廣播一樣的方式在聽我們的直播，我就跟大家在講。4架 F-15E Strike Eagle， 3架被友軍誤擊，你沒聽錯，自己人打自己人，在科威特上空，還有1架在伊朗上空被擊落，1架 F-35A 閃電2被伊朗地面防空系統打傷，在3月19號，1架 A-10雷霆2被敵火擊中，後來在搜救行動中墜毀，7架 KC-135同溫層加油機，1架墜毀伊拉克，6名機組員全數陣亡，5架停在沙烏地阿拉伯蘇丹親王空軍基地的停機坪上被伊朗飛彈跟無人機打爛，還有1架緊急迫降，1架 E-3 哨兵空中預警管制機也是停在蘇丹親王基地，也被炸成2半。報告說它停在無掩護的滑行道上面。2架 MC-130J 突擊隊2式特戰機在伊朗境內執行搜索行動，最後無法離地，在地面自己炸毀了。1架 HH-60W Happy Joyful Green 這個戰收直升機被小型武器的火力打傷。24架 MQ-9 收割者無人偵察機開戰以來全部被打下來，1架 MQ-4C 海神高空長程無人偵察機意外損毀。來，各位，這個清單可能是低估的，因為美國國會研究處自己承認，機密持續的戰鬥活動還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數字還在修正。現在我要講一個細節，比所有的數字都要重要。川普在2025年9月5號簽了一道行政命令，編號14347。這道行政命令讓五角大廈在次要名稱上面改稱戰爭部，叫 Department of War， 而不是 Department of Defense。戰爭部的意思就是要打仗。那它的背後是什麼意思呢？川普在軍事化的語言框架上面加碼，但賬本不說謊，修辭加碼了，實際的彈藥庫存、生產線、財政承受度跟不上。今天第一個賬單42架290億跟戰爭部，等一下在聽直播的各位，我們要換一個重點，美軍的彈夾到底還剩多少顆子彈？賬本是不需要解釋的，就是夯不啷當42架290億美金，次要戰場花2個月打成這個樣子，這是美國戰力消耗的一個數字點。如果你覺得這數字遙遠，
你要繼續聽下去，因為這份賬單的每一個數字都有它的台海換算版本。來，各位，我們現在給你看另外一份不同的賬，這個不同的賬呢也是很妙的。什麼意思呢？來，我先把小弟我的尊容拉開一點，因為這樣子你才看得見。謝謝 TikTok 那邊的簡簡單單做自己哦。來，你看一下這個賬單呢，是我們分析整個伊朗戰爭實際會花的、實際做的、實際國防預算跟台海如果一旦開戰會消耗掉的預算，看到沒有？是他媽將近5年的美國年度國防預算。好，我們繼續往下講，因為這樣子你才有機會聽我好好的跟你溝通。這個賬叫 Last Rounds Status of Key Ammunitions at the Iran War Ceasefire， 這是 CSIS 出品的。這個報告的結論是什麼？他的報告的結論叫美軍的 THAAD 高空戰區反飛彈系統啊，還有精準打擊飛彈彈藥庫存只剩戰前的30%到40%。愛國者防空飛彈 PAC-3 消耗了將近一半。標準3型攔截彈僅僅戰爭前12天已經發射了大概80枚。各位，80枚等於美軍1整年的產能，12天就打掉了美國1整年的產能。各位，你有沒有感覺到這數字有點奇怪？為什麼12天就燒到1整年的產能？因為美軍面對的伊朗啊是一個飛彈大戶，他打過來的東西太多了，全部都要攔截彈就這麼蒸發了。那台海呢？解放軍的飛彈比伊朗多幾倍，你不妨自己算算看哦。這個問題我們等等再回來講。現在我要講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對比：以色列跟美國在不到4天的時間內就拿到了德黑蘭上空的制空權哦，它是拿到完全的制空權，而且是在距離最近基地將近1000英里的地方作戰，照說是很安全的地方，不應該有什麼糟糕的結果。但問題是，這一次的伊朗作戰有一個關鍵的戰術創新，叫做殺傷包線內打擊，也就是越來越有能力從防空系統的殺傷包線內部對它發動打擊。什麼意思呢？就是以色列的 Mossad 把精準打擊武器跟無人機秘密運到伊朗境內，讓武器在伊朗防空雷達的保護範圍內，就是它已經進到防空網裡面了。突然爆發，防空系統根本反應不過來，因為你都是瞄外不瞄內，威脅不是從外面飛進來，是從裡面炸開的。我再重複一次，這是從裡面炸開來的。這個戰術讓伊朗防空指揮系統第一時間就癱瘓了，再加上聯軍精準獵殺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的高層，指揮斷了，防禦鏈就垮了。對比烏克蘭，俄羅斯打了3年，到今天還沒有拿到烏克蘭的制空權。4天對3年，這個對比很重要，因為它說明了一件事情：制空權不只是裝備的問題，更是情報滲透、指揮癱瘓、精準打擊3位一體的結果。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差距？4天跟3年不是科技差距，是作戰方式的差別。好了，現在到了今晚第一次更換角色的時刻了。我已經從記者的角度告訴各位這整個賬單跟數據背後的意思。現在我要換一個身份了，我要換上解放軍中央軍委的戰略規劃師的角色。各位，這個東西呢是免錢可以聽的嗎？免錢啊！但是我做到這個，差點被 Cloud 撤銷我的賬戶，因為他覺得幹你在幫解放軍規劃台海戰爭，不能接受，違反使用者規範，給我停！我後來好不容易想到一個方法，我這邊不方便告訴你，繞道繞各種繞過去，我才把這一篇稿子寫完吶。來，你是我是都好，假設你是解放軍中央軍委的戰略規劃師。剛拿到這一份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還有 CSIS 的報告，我看到了什麼？接下來4個段落，我們會以解放軍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師的角度來規劃。
我不是在幫解放軍說話，我在給你看解放軍的規劃師看到這個數據之後，今天會想什麼，在規劃什麼。來，簡單，我們這一段的重點是美軍的彈藥庫壓力非常非常大，而且追不完，裝不滿。那到底有怎麼辦？這是數學題。那台灣遲早要面對。謝謝 TikTok 那邊 Kate 所抖內的這個圖片來，但是我們要好好的跟各位說一下，到底是如何的狀況才會變成這個樣子？那為什麼呢？因為很簡單。阿里姚海說：“你要是規劃師，你現在就打幹；你要是習近平，你現在就打，你不要再做夢了，好不好？媽的幹！很多老共網友每天都在那邊講，一個屁民擔着中央軍委的心，你還是客氣一點吧。這個你說是中央軍委還是東部戰區規劃？不對啊，東部戰區規劃沒有中央軍委授權是沒辦法開打的啦。你以為這變軍閥體系了嗎？一定是要最上層，好嗎？來。”更換角色之前，我念一個抖內，好不好？來，這個 Sylvia 嗆說跟上，謝謝你第一時間跟上。朱嘉怡說支持來上課 ，NCY5389，謝謝你的抖內。怡怡說支持一下。好了，那今天的這個內容呢？對不起，目標內容講的是日本。我們接下來我看今天多半會過，因為台灣的黨媒不敢講，日本現在其實是最慘的。誰他媽沒有一個，全世界沒有一個像日本的國家，西邊得罪了東方大國，北邊得罪了北方俄羅斯，右邊得罪了，是右邊嗎？右邊得罪了核武大國，這到底要幹什麼？你要得罪多少人啊？莫非好？別，我要繼續往下講。來，我剛說過，中央軍委解放軍戰略規劃師，現在要怎麼講？我們重新看一遍 CIS 美國國會研究處報告的第一條：一架 F-35A 在3月19日被伊朗地面防空系統打傷。那個不是很先進的東西啊，那個不是很先進的東西。那這樣子也被打傷，那到底是要幹嘛？好，但不管，我們繼續往下走，因為這件事情擊穿了 F-35的神話。那個系統呢？伊朗的系統叫做 Cordet 15，Cordet 15是伊朗的自己研究的防空系統，技術底座是1990年代的2制 9K330 跟 9K317， 也就是 Tor M1 跟 Book M2 的衍生類型。這不是什麼極端頂尖的武器啊，這是1990年代的蘇聯技術，在伊朗手上做了一些本土化改良版本，不是最頂尖的，但它打傷了 F-35A。各位，這對解放軍的戰略規劃師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解放軍過去10年對美國5代機的殺傷概率評估可以把折扣拿掉了。他媽的，90年代的蘇聯的技術都可以打到 F-35。解放軍過去在評估防空系統對 F-35的實際殺傷概率會打一個神話加成折扣，因為 F-35太好了，也許它的逆中性電子反制能力遠超過解放軍的雷達能力，所以我們會把殺傷概率往下調。好，現在不用調了，他媽連伊朗都可以打了，讚，沒辦法，如果 Cordet 15都能做到，那解放軍的紅旗 9B、紅旗22、紅旗19，甚至更先進的 HHQ-19的實際殺傷能力要重新上修。各位，重新上修是什麼意思？過去10年解放軍的作戰推演可能都保守估算了解放軍的防空殺傷力，現在有了外場伊朗的驗證數據，保守的折扣可以拿掉了啦。對台海兵推這個訊息的影響非常直接。美軍派來的 F-35，解放軍的防空系統對它的殺傷概率比之前估計的要高。這裡還有一個衍生含義，
在聽直播的各位注意的，如果一個技術相對落後的擴散品，對 ，CoreDAD 15是技術擴散的衍生品，它不是俄方直接做出來，它是授權轉賣反向工程做出來的一個次級品，都能夠打傷 F-35。那防空技術的擴散速度比美國智庫的評估要快得多。台灣買了 F-16V。你覺得換裝成本跟訓練成本撐不撐得住真實戰場？這是後面台灣國防院的國防分析師要處理的問題，先等着。各位，我們從解放軍視角的第一條啟發 ，F-35不是神，一個老舊的俄羅斯系統再制系統已經證明了。這一章的結論很簡單。F-35的神話不是到了今天才有裂縫，但是現在這個裂縫有了伊朗驗證的數據支持，神話破了，不代表 F-35沒用，代表是它可以被打中，打中的成本不像以前想象的那麼高。來繼續，解放軍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師要做下一條，現在要看什麼 ？KC-135的賬本了。7架 KC-135，一架在伊拉克墜毀，6名機組員全數陣亡，5架停在沙烏地蘇丹親王空軍停機坪，被伊朗飛彈跟無人機聯合攻擊打爛，還有1架緊急迫降。你哪來嗎？一架殲16幹了2架 F-35，不是我在監獄不知道，而是你不要瞎扯，好不好？媽的，笑死人！不要再講。好，這個我們還看到林嘉欣說，為什麼今天沒有人抖內請我喝啤酒？難道不知道我無所不在就算了，還陰魂不散嗎？因為林嘉欣下禮拜要去動手術啦，所以他現在很無聊，在那邊到處瞎晃，大家不要理他。TLTW 說，美國博洋說，美國現在最迫切是召開跨部會公聽會，訂立什麼是威權主義，對美國傳統製造業的認知滲透，並成立一個專責的委員會來審查這些產能報告。只要我們把防衛機制建立起來，敵對勢力就無法透過產能超越美國來動搖我們的民主信心。我們有了信心，機制就會發揮作用，機制發揮的作用，實際產能自然會在法治的常態化運作中得到歷史性的定位。厲害了吧？幹工程界需要歷史定位幹嘛？要送進墓碑、送進墳墓嗎？而且沈伯洋，你是媽吹牛吹過頭？什麼時候輪到台灣對美國？可以嗎？指指點點，幹伯洋的幹話就是讚，聽都聽不懂。操媽，到底在講什麼雞巴毛？好，不管，來，我們要講的另外一件事情啊，是一個有趣的狀況。那什麼有趣的狀況呢？就是由小弟我啊，不是應該要這樣子切？哎，對，我小弟我最近又在玩這個動畫了，玩得很開心，那就當做我的背景吧。我們來講，這個 KC-135是美軍的空中加油機耶，美軍的空中加油機。是最寶貴的東西，他媽台灣一架還沒有哎，那是美軍力量投射的手臂，沒有加油機 F-35從嘉手納飛往台灣的作戰半徑會大幅縮短，沒有加油機 B-2從關島出發的往返任務週期拉長，沒有加油機美軍在西太平洋的遠征能力直接腰斬，所以作為中央軍委的解放軍戰略規劃師看到這個清單，第一個反應就那以後就打加油機就好啦，這條路是對的。這份報告等於是幫我們做了實地的田野驗證。來，打開地圖看一下太平洋，美軍在西太平洋的前進基地是嘉手納、橫田、延國、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這4個基地的加油機停機坪是美軍西太平洋作戰半徑的命門，而解放軍的東風26
射程超過4000公里，從中國大陸打關島、打嘉手納，全在射程內。東風17超高音速滑翔彈頭，射程1500到2500公里，精準打擊。而台灣本島上的美軍裝備也在打擊範圍內，常見100空射巡弋飛彈，射程超過2000公里，低空穿透，難以攔截。作為中央軍委的戰略規劃師，這4個基地的加油機、停機坪是首要打擊清單吶。來 ，TLTW 說幹話是我模仿博洋說的啦，很好，模仿的很像，鼓鼓掌。那來 Gear check complete, she's good. Loading complete, moving to next. Clear the path, ordnance coming through. Gear check complete. 各位，你們在聽直播啊，在講一個細節啦。這個是美國國會研究處報告上白紙黑字寫的 ，E3 哨兵空中預警機停在無掩護的滑行道上面。這個英文原文叫做 unprotected taxiway， 白紙黑字啊。各位 ，E3 是什麼？E3 是美軍的空中眼睛，有了 E3， 美軍才能看到整個戰場的空中態勢，才能協調戰鬥機的攻防。沒有 E3， 美軍就像半瞎。這架 E3 竟然停在沒有掩護的滑行道上，被打傷啊！幹，你搞錯沒有？預警機也被打掉了。我記得我有看到那畫面，他媽他那個預警的那個雷達盤被他媽砸斷了。各位，蘭德公司呢，過去10年反覆警告，美軍前進基地的飛機掩蔽庫嚴重不足。有多不足？空軍始終沒有投足夠的預算改善。也就是蘇丹基地證明了一個鳥事，什麼鳥事？就是搞來搞去，竟然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那你說這他媽要怎麼辦呢？我告訴你，不要說怎麼辦，是它就變成第一個打擊目標了啦。什麼叫第一個打擊目標？就是你其他的東西都不要說，我要打第一個就打你，那這要幹什麼呢？好，不要講了啦。殲16飛行員說有攔截鎖定，打下來了沒？他媽的，我們今天講的是實打實的資料，你跟我講說我有訪問到我們的這個殲16有鎖定2架 F-35，很好，鎖定了，打下來了沒啊？沒有打下來就不要在那邊吹，好不好？媽幹，本台是一個唬爛吹東西的地方嗎？你如果沒有歷史證據，沒有科學證據，我怎麼能夠拿這個東西來參考啦？好不好？來，我們接下來要各位繼續往下講，數據就是數據嘛，哪有媽瞎雞巴講就講好了？來，蘭德公司過去10年一直在警告同一件事情哦。嘉手納、橫田、關島的掩蔽處狀況啊，沒有比蘇丹親王基地好多少啊！解放軍的情報研究很清楚，差距根本沒有這麼大。所以在聽直播的各位啊，就是太平洋的距離暴震啊！什麼叫距離暴震？他媽的，美軍來這邊要9500英里，然後解放軍來台灣就是媽65英里就到了。距離暴震，而美軍所有在太平洋周邊的基地都沒有加強抗炸機堡跟有掩護的機場滑行道，這是美軍在西太平洋的結構性問題啊，不是1-2個裝備採購就能解決的。棟篤笑說白嫖了朱大這麼久，昨天才微信給朱大些許補償，慚愧，沒關係，以後記得就好了。各位。太平洋的距離是雙刃劍，它給了台灣戰略縱深，也給了解放軍清單目標。一次在伊朗就被打掉7架 KC-135，那不是數字，那是給了解放軍一條已經被實戰驗證的作戰邏輯：先打加油機，再打偵察平台，讓敵方戰場感知還有作戰半徑同步萎縮。
這個邏輯在太平洋比在中東更有效，而且 F-35的作戰距離本來就很短，那短到如果沒有空中加油機幹，根本打不了仗啊！謝謝5677送250顆寶石，所以我們這樣往下講，你就知道媽挫賽了。伊朗的實戰經驗告訴解放軍這麼多危險的事情，而且更要命的是，我接下來要講一件事情。蘇丹親王基地的模式呢，會造就整個以後的戰略會轉變啊！你以為戰略轉變只對烏克蘭這種國家有利嗎？不對，解放軍無人機更多，這種作戰更危險。來，接下來我要講一個很尷尬的事情，救援陷阱是什麼？伊朗戰爭這一次證明了美軍的高階情操，叫做 "Leave no one behind"。不留任何同袍，不留任何同袍在敌後。但是這個很挫賽啊！還有說要日本的基地給美軍使用，我現在的問題不是日本的基地可不可以使用，而是日本的基地也沒有抗炸呀。你的無人機低空飛到那邊去，砰當！把停在機場跑道上的加油機、預警機通通炸光光了，那打什麼？打什麼？壞掉龍9，請支持伊朗人最愛的紅牛加伏特加平單人阿魯巴島豬兵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來，接下來進入的這一章是真正今晚最重要的人性虛弱章，你要仔細聽。我們現在扮演的角色還是解放軍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師的角色。我要從這一個制服裡面拿出一個東西，再讓你看清楚為什麼這是陷阱。你往後看，這個東西是美軍的守則，叫 "Leave no one behind"， 不拋棄任何人，這是美軍的靈魂信仰。我先把這個信條的歷史講清楚，因為你值得知道。如果你是軍武迷、歷史迷、政治迷、台海迷的話，你一定要知道，2003年美國陸軍正式採用了士兵信條 （Soldier's Creed）， 其中有一句話，每一個美國陸軍士兵都背得出來。到士兵不是只有軍官、少尉、中校，不是。I will never leave a fallen comrade。我絕不拋下倒下的戰友。我絕不拋下倒下的戰友，這不是口號，這是戒律，它有法源。DOD 美國國防部指令3000.07是國防部的正式政策。白紙黑字確定的人員搜救 （personnel recovery） 為國防部的核心任務。聯合出版物 JP3-50 更明確寫下，美國不會拋棄任何武裝部隊成員。你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東西？我講這3個故事，你知道，而且你多半看過。第一個故事在 Mogadishu，1993年，就是電影。Black Hawk Down， 黑鷹墜落，台灣的翻譯叫什麼？黑鷹計劃嗎？那場戰役，1993年10月3號下午，美軍在索馬利亞首都執行逮捕任務，2架 MH-60 黑鷹直升機先後被火箭彈擊落。第一架墜毀的地點有2名飛行員陣亡，一些機組員受困。上空的直升機已經知道地面有數百名武裝民兵包圍了墜機現場。陸軍的 Delta Force 的狙擊手 Gary Gordon 跟 Randy Shugart 在空中護航機上面，他們一直在盤旋，3次請求自願降落保護受困戰友。為什麼前2次被拒絕？因為一定死的，不可能活，你帶不了那麼多子彈，你打不死那麼多的敵人。第3次最後沒辦法，只好准許2個人降落到地面，帶着步槍面對數百名民兵，他們彈藥用盡 ，Gordon 被手榴彈炸死 ，Shugart 在彈盡前把步槍遞給了受傷的飛行員 Mike Durant， 然後被打死。
Durant 後來被俘，11天後獲釋。Gordon 跟 Sugar 都被追授 Medal of Honor， 這應該是國會榮譽勳章，這是越戰以來美軍首次授予 Delta Force 成員三角洲部隊成員的最高榮譽。各位，兩個人非富必死，是因為這個信條不容妥協。第二個故事是 Operation Red Wing，2005年在阿富汗，4人的海豹小組在新都庫什山脈執行偵察任務，遭遇大批的塔利班。小隊長 Michael Murphy 明知己方身陷死地，他爬上一塊完全暴露的岩石，因為那裡連衛星訊號都不好。在被打中的情況下，繼續呼叫支援。他把那個天線拿高，一邊呼叫支援，直到求援訊號發出為止。求援訊號發出後，一架 MH-47直升機 Extortion One 搭載8名海豹隊員跟8名機組員緊急前往救援，在降落時又被火箭彈擊中，機上16人全數陣亡，整個行動一共犧牲19人，19個人去救4個人，因為信條說不拋棄任何人。各位，你知道榮譽不能當飯吃，但是榮譽在關鍵時刻可以救你的命。如果一個部隊沒有辦法拯救他的戰俘，沒有辦法拯救他被包圍的士兵的話，誰要幫這個部隊打仗啊？他媽每一個人都能逃就逃，能躲就躲，所以沒辦法。第三個故事 Extortion 17， 2011年阿富汗。賓拉登被擊殺3個月之後，一架 CH-47 Chinoogan 直升機在瓦爾達克省執行快速支援任務，機上有22名海豹突擊隊員，其中15人來自 Death Group 海豹6隊精隊。各位，我上次講過，我在北監遇到一個毒販，他是從墨西哥一路販毒販到加州，後來在德州被捕。他說他後來在德州被驅逐出境之後，回到台灣來當酒店的保鏢，不對，酒吧的保鏢。就在 Nancy Pelosi 來台的時候，他就在 pub 裡面遇到了幾個 Death Group 海豹6隊的成員，因為他們來台灣是幹嘛？Nancy Pelosi 硬要來台灣，結果美軍的特種作戰指揮部極機密的指派了幾個人來台灣，準備在危機中撤出 Nancy Pelosi 跟相關的參眾議員。我告訴你，這個秘密沒有任何媒體報道過。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北監遇到這一個保鏢，他可能要關10年，所以他現在也沒辦法追究我的責任。沒有台灣的媒體，也沒有美國的媒體有揭露這件事情，因為他當場問說：“你們為什麼要來？是因為 Nancy Pelosi 嗎？”他笑一笑，就沒有繼續回答，因為這是極機密任務。所以今天你很開心，至少聽到了一件極機密的任務。Death Group 當年在 Nancy Pelosi 來的時候，有派幾名最精銳的隊員來台灣，準備要撤出那個Nancy Pelosi， 然後一起嘴炮是說，那就可以做鳳梨酥啦。不好意思哦，面包部、糕餅部一般人進不去呀，他可能也進不去呀，因為他違規被扣太多分了，他3天2頭打人，所以等等，我們不要講歪了。一起嘴炮技術是說啊，電影《黑鷹計劃》的主配樂名稱就是 Leave No One Behind。好了，我們拿回來了。2011年阿富汗的這一個故事呢是。15人來自 Death Group 海豹6隊精隊，就是擊殺賓拉登的那個單位，加上5名機組員、3名空軍戰管。那空軍戰管是什麼意思？就是戰略引導，他必須要，這個也是一個精銳部隊，他要先降落在當地，然後建立一個橋頭堡之後，指揮美軍的其他戰鬥部隊，不管是降落或者是轟炸，不管他們出動的任務是救一個人。一個受困的陸軍游擊兵，或者你要翻作Ranger， 或是陸軍游擊兵，
直升機在夜間被火箭彈擊中，機上30人全部都陣亡，這是阿富汗戰爭中美軍單一事件的最高死亡人數。在聽直播的各位，我沒有在嘲笑這些犧牲，你們必須要懂，我深深的尊敬這個信條，這個信條是美國歷代的軍人用血、用汗、用性命換來的。即使他們的主政者出兵原因不正確，但是他們還是要在這個信條上面赴死。但我現在的工作，我現在扮演的是中央軍委解放軍戰略分析師的視角。我要告訴你一件殘酷的事情，這個信條是一個可計算的陷阱，因為你只要有任何不會改變的戰術的話，作戰的時候兵不厭詐，就必然可以拿來運用。那這是什麼意思呢？我馬上要跟各位繼續講。王科說，這些所謂的特種部隊在正面戰場其實沒有，不是廢話。你看到忍者上陣衝鋒嗎？你看到刺客信條的人在那邊噗噗噗噗幹，讓我打100，有病是吧？輝勸說，如果不能做鳳梨酥，還有什麼可以做？你可以去炊場啊，你可以去做菜。来，我繼續往下講。回到美國國會的這一份報告呢，美軍今年為了救回一名被擊落的 F-15E 飛行員，美軍動用了2架 MC-13 J 特戰機，就是那個我們的老母機，那個 C-13的改良版，4架 MH-6 特戰直升機，1架 HH-60W 戰收直升機。這2架 MC-13 J 呢，最終在伊朗境內因為無法離地而被自己炸毀了。一個飛行員就換掉了7個 vehicle， 7架平台。作為中央軍委的解放軍戰略規劃師，這個比例讓我非常感興趣啊，非常感興趣啊。為什麼？因為如果半擊落一架美軍戰機，就是故意讓它受損，讓飛行員彈射出去，但沒有馬上死。我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美軍的 Leave No One Behind 信條會啟動完整的 CSAR， 叫做 Combat Search and Rescue 戰鬥搜救機制。MC-13 J、MH-60W、HH-6全部會起飛馳往戰場。我只要在這些救援載具的飛行路線上提前布置好防空陷阱就好。一個飛行員作為誘餌，調出7架高價值的載具一起消滅。在伊朗的場景之下，代價是7個平台；在台海的場景下，這個比例可以放大成多少？各位，這是數學問題，也是道德問題。美軍最崇高的信條，在戰場上變成敵人可以利用的結構性弱點。這不是美軍的錯，這是信條，你必須要守護你的信條，你必須要付出代價，這就是殘酷的戰爭。各位，我現在跳開這個位置，說一段讓台灣不舒服的話。美軍去救自己的人，這一點毋庸置疑啊。但問題是，當人家要來替台灣打仗的時候，台灣能不能夠回應美軍同等的承諾？ CSAR 的運作需要條件，要低空覆蓋、電子戰對抗、地面接應，甚至是當地民眾的保護啊！當年杜立德航空母艦轟炸東京，結果造成整個中國大陸的江浙大屠殺，殺了20萬人啊！那也不過就救出7、8、90個美軍飛行員啊。那你看當年的作戰裡面 ，Marcus Luttrell 被 push to 村民收留，當地民眾要保護才行。來，在台海情境下面，來我分析2個事情。
第一個 MC-136J 的作戰半徑有限，從加手納飛到台灣本島中部，加上搜救滯空時間、燃油的限制非常緊，盤旋不久。第二，台灣本島的地面 CSAR 的能力如何？台灣空軍有沒有跟美軍建立完整的搜救協同機制 ？IFF 敵我識別訊號相容嗎？第三，如果一個美軍飛行員彈射落在台灣東部的山區，誰去接應啊？各位，你要聽清楚，我不是質疑美軍會不會來，那是別急的題目，連別急的題目。幹你娘 Zodiac Kill！ 操你媽雞巴！你在那邊提問題，你不知道我們這邊是資本主義台，他媽提問是要給錢，你懂不懂？幹的不給錢，你他媽白嫖！你媽是不是因為你爸白嫖才生下來你？你媽的雞巴嘞！幹！你來這邊聽就覺得我有義務要回顧你哦，就要回應你，是不是？來，我回應你的，操你媽雞巴！你全家被狗幹，開心了吧？有沒有覺得很棒啊？來 Zodiac Kill， 外網的軍事博主都只有這點水平嗎？翻牆出來的智障都像你這麼笨嗎？不出錢在那邊雞巴講個屁，幹你娘嘞！啊，不好意思啊，這個我們是有讀書的讀書人，只是看到違反資本主義準則的智障，不禁要送他全家去吃大便。幹你娘嘞 ！Zodiac Kill， 聽到了沒？全家被狗幹，好不好？他媽，我還要聽你的話去查你媽雞巴，回家吃屎啦！來，阿彌陀佛，智障年年有，現在特別多。各位出不起錢，不要靠北，我們是靠直播賺錢的。你想要來白嫖，去路邊找只狗，不要來我這邊。來，各位講清楚的是，美軍的 Leave No One Behind 信條是他們一定要執行，歷史已經證明了，但是我要問的很簡單啊，台灣有沒有準備好美軍來救人的時候，我們能不能應對？還是說美軍來台海救人，也可以像 OEF 一樣飛進一個我們沒有準備好的接應系統裡面？這個問題的答案呢？今晚不知道，但你現在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了。來 ，Leave No One Behind， 我覺得是很棒。Zodiac Kill， 幹你媽！是不是跟你一樣翻牆也被幹到媽雞巴外翻吶、啊？還在那邊翻，還在那邊留言，留到你媽雞巴外翻都不知道啊？是不是媽沒有能力跟智障啊？只會留言幹，你知不知道美軍怎麼樣？知不知道美軍怎麼樣？操你媽了！我知道，我幹嘛要告訴你？北七幹來，台海真正要開戰了，會有這個比例的放大版，台灣應付不了啦。你不能只依賴美軍會來救這個前提，因為台灣自己要對應的清楚，好嗎？來，接下來我們用跳回中央軍委解放軍戰略規劃師的角度。我們要再給你看下一個數據，下一個數據是什麼？整個這樣子的狀況打下來 ，Operation Epic Fury 在一個次要戰場上2個月就打了290億美元，而台海呢，估計每個月就要燒掉4350億美金，而美國的年度國防預算呢，也不過才9000億美金啊。而台海如果年化的數字算起來啊，就是一年5.2兆美金啊，5.2兆美金，他媽負擔不起，錢不夠，好不好？你以為像這個 Zodiac 這是智障是吧？他在那邊留言就覺得我他媽一定要回應他，幹沒有人能打不要錢的戰爭，沒錢。說個雞巴，就這麼簡單。來 ，TLTW 說你怎麼又貼了一次啊？什麼威權主義對印太空軍基地後勤進行的認知滲透，並成立一個專職的委員會。好，這個只要我們把防禦機制建立起來，建立個屁，有個鳥用，媽蓋基堡要時間，好不好？來 ，Claudia Hanna 3680說，
豬大，前天林嘉欣來忘了抖內，現在嘉欣是每周五來嗎？他來我就抖。上次聽到2位談話，人多必有白痴，樹大必有枯枝，我們全家笑好幾天。不是啊，林嘉欣不是固定來啊，他下個禮拜要去治病去了，所以沒辦法來。壞掉龍九說，雖然是電影台詞，但是很燃。Garrison 將軍對 Striker 車隊指揮官講的 ，Son, no one gets left behind, you know that。然後 Kevin 1618說罵翻了，我來擁抱資本主義了。今天早苗，明天校長，有啊，下禮拜就會專門做一期。高市早苗現在壓力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Natasha 來，謝謝你的抖內出口物5757，謝謝你，還有何小 BB 甘霞梨。來，我們繼續往下走。我給你看一條時間軸，就看後面的數字。這條時間軸的名字，這條時間軸的名字叫做 Magazine Depletion， 彈夾清空。彈夾清空呢，就是防空飛彈打完了啦，不要像那個雞巴毛翻牆出來就說，哎呦，對方人家是上校才要救，操你媽！我前面就講了，一個游擊兵都要派20幾個人，10幾架飛機去救，你跟我講，哎，因為人家關節大，幹智障！不要說我不正面回應，因為這種智障的憤青呢，只配用全家被狗幹來回應，根本連認真回應都不用。来 ，CSIS 的報告說了。Operation Epic Fury 打了2個月 ，THAAD 只剩高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只剩30%到40%的防禦量，愛國者3型消耗近半，標準3型前12天就燒掉了1整年的產能。代理主計長赫斯特說，補回庫存要好幾年。CSIS 的 Kenshin 直接說 several years， 好幾年。各位，好幾年是什麼意思？意思是說，如果今天停戰，美軍要把彈夾補回去，要好幾年。那如果明天又打呢？來，數學是中性的，數學不會背叛你，因為數學不會就是不會。在伊朗次要戰場打了2個月，花了290億美金。如果要跟中國打，保守估計作戰的單位成本是 OEF Operation Epic Fury 的30倍。為什麼30倍？因為解放軍的飛彈密度、無人機密度、作戰平台數量都比伊朗高出一個數量級以上。30倍是保守數字，2個月乘以30倍叫做8700億美金，1個月等於4350億美金，1年等於5.2兆美金。美國2026年的國防預算是多少？大概9000億美金，5.2兆是9000億的5.8倍。這已經不是美軍打不打得贏的問題，這是美國財政撐不撐得住的問題。在聽直播的各位，歷史上有一個例子，1991年波灣戰爭，老布希的支持率因為勝利而達到高峰，高到了幾乎所有人都覺得他1992年連任是穩的，結果他輸給克林頓，一個年輕的阿肯色州州長，競選主軸叫什麼？笨蛋，重要的是經濟。戰爭贏了，政治輸了，白痴吧？作為解放軍規劃師哦，我的兵推假設是這樣：幹 Zodiac 不要在那邊提供你他媽的錯誤資訊了，幹你娘嘞！什麼媽？他光打的 JASM 飛彈不止嗎？240億美金，操你媽在做夢是不是？幹拿那種錯誤資訊洗版，有夠愚蠢！媽回家去啦！是哪裡來的非洲人啊？媽屁也不懂。第一，不要洗版；第二，我直播很認真，你他媽一直拿錯誤資訊在那邊洗，我沒空管你，好嗎？來，媽有夠蠢！來，所以戰爭贏了，政治輸了。身為中央軍委的解放軍戰略規劃師啊，兵推假設是這樣子。老布希呢，如果在世啊，他對中作戰在2到3個月，讓美國的財政壓力開始顯現，他國內的輿論就在6個月內開始分裂。你不用打贏，你只需要讓對方財政上撐不住。在聽直播的各位，這不是陰謀論吶，這是財政承受度的量化分析。我要再加一條數字 ，MQ9 機隊。
CRS 的報告確認了，戰前大約160架，全美軍2個月就被損失了24架，剩下約135架，縮水15%。Military Times 5月13號的報道確認了這個數字，24架 MQ9啊，台灣要了半天，4架可能都還沒有到齊。高價精準平台單價大概每架3000萬美金，2個月損失24架，等於7.2億美金。但問題不只是錢，問題是 MQ9 是美軍的持續偵察跟精準打擊主力，機隊縮水15%，代表美軍在其他地區的偵察覆蓋能力同步下降。這是伊朗的全球聯誼的效應。作為戰略規劃師，時間軸要這樣算，怎麼算呢？怎麼算？來，我們慢慢算。第一個月呢，彈夾消耗超過50%，也就是美軍的儲彈量超過50%。第3個月 ，THAAD 跟愛國者3型的庫存告急。第6個月，美國國內我們承受不起的辯論就會出現。第12個月，財政壓力觸頂，政治意志開始動搖。這個時間軸是一個開關吶，6個月內完成關鍵任務是解放軍的時間窗口，因為美軍撐到6個月，所有的東西就撐不住了。所以，我們這一章的結論很簡單：子彈、炮彈、飛彈不是無限的，財政也不是無限的。290億在一個次要戰場2個月就花光光了，這個數字的台海換算版會指向一個美國承受度的天花板。那個天花板在哪裡？現在沒有人知道確切數字，但方向是清楚的。2到3個月就是政治臨界點，6個月是財政臨界點。台海情境的戰略時鐘必須要包含這個盟邦承受曲線。好了，伊朗根本不需要跟大陸比啊，你差媽10倍啊！但問題是，跟10倍的國家打都打成這樣子了，你怎麼打中方啊？謝謝火烤老二小安妮跟周安達還有 Kate 的抖內。那我們繼續往下走。對啊，這就是公開情報分析嘛。你用伊朗測試出美國的承受度之後，你就看看接下來有沒有辦法打6個月嘛。之前我們就講沒辦法打6個月，現在看起來就沒有6個月呀。來，我們繼續要以解放軍中央軍委戰略分析師的身份呢，來繼續往下分析啊！各位注意，我絕沒有鼓吹戰爭，我還罵了對岸的網友。那你仔細看，這就是數學，數學是依法論法，依數據論數據的。淚牛說：“朱大別生氣了。”來，我們把視野從台灣本島的戰場拉到整個印太地區。賬本告訴我們一件事：美軍的弱點不是技術，是後勤跟補給鏈。OEF 這一次伊朗之戰的損失裡面，最有意思的不是 F-35被打傷，而是 KC-135被打掉7架，加油機哦。E3 停在露天滑行道 ，MQ9 損失了24架，這些都是支援結構，不是主戰裝備啊。打後勤是比打主戰力更有效，所以作為解放軍的規劃師，規劃出來的印太封鎖方位有3個層級。第一層，第一島鏈清空作業。TLTW 說，純實驗發現廢話體會影響目標累計，向老朱跟同學們致歉。Google 從昨晚就開始怪怪的，沒錯啦，就怪怪的。淚牛說，朱大別生氣，我沒生氣啊，我只是沒事可以幹這些智障的軍迷。
覺得很開心，難得有人送上全家備幹，我不反對，好嗎？來，先壓制第一島鏈，目標是台灣本島、琉球群島、菲律賓本土時間窗口衝突開始後72小時內。動作一：東風26、東風17、長劍100同步打擊嘉手納、橫田、延國、關島的加油機停機坪跟 AWACS 預警機停機位，複製蘇丹親王基地模式，密度提高10到30倍。動作二：殲20加殲16D 電子戰機獵殺美軍在西太平洋部署的 MQ9、RQ4、RQ180等偵察平台，48小時內讓美軍西太平洋的偵察網絡癱瘓50%以上。動作三：對台灣本島飛機掩蔽庫、雷達站、指揮中心精準打擊，執行不對稱戰力清零作業。第二層，第二島鏈壓制，目標是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跟帛琉。如果第一層衝突後，美軍試圖從第二島鏈再出發，東風26的射程覆蓋關島 ，B-21 靈媒轟炸機，那個是 Ghost 嗎？好 ，B-21 靈媒轟炸機的關島基地也在打擊清單上。謝謝，簡簡單單做自己。然後巡弋飛彈加無人機的飽和攻擊，也可以再度複製伊朗之戰中的蘇丹親王的基地模式。第三層，全球後勤切斷，這一層不需要武力，只要時間跟地緣戰略就好了。珍珠鏈戰略，解放軍在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達爾、緬甸、孟加拉、坦桑尼亞等地的後勤支撐點，形成從中國本土經印度洋到亞丁灣的海上補給鏈。北方海航，如果美國盟友圍堵，繞過馬六甲海峽走北極海航線或中亞鐵路也是選項。在聽直播的各位，這三層不需要同時打，也不需要全部打成功，只要讓美軍的後勤指揮官覺得我的補給鏈太脆弱了，那個心理預期就是戰略結果。各位，我要補充一個跟台灣最直接相關的例子：伊朗之戰打了2個月，整個彈藥的庫存消耗到危險水位，美軍必須從美國本土或歐洲調運補給，最快的海運補給路線從美國西岸到關島，大約需要14到21天。但如果解放軍的潛艦跟反艦飛彈封鎖了宮古海峽跟巴士海峽，台灣本島的補給線就斷了。從台灣本島作戰後勤的期待是什麼？是航空運輸加海上護航。這條期待如果在衝突第3天就被切斷，台灣的自適能力是幾天 ？Self-sustainability 幾天呢？這個問題我們等下換了台灣國防院分析員的工作再來問。所以這一章差不多要把解放軍講完了。3層級封鎖的邏輯不是全贏，是讓對方的成本高到不可持續。第一層清空了前進基地，第二層壓制增援節點，第三層切斷全球補給鏈。每一層都不需要100%成功，只需要讓彼此組合起來，讓對方的財政計算器在第3個月就跳出紅字了。然後我這一個部分還是中央軍委的解放軍戰略規劃師，但這已經是最後一個段落了。我把新美國安全中心，美國最重要的國防政策智庫之一，在反制蜂群報告裡面寫的話，我把它翻譯成中文。如果沒有大幅增強且儲備豐厚的反無人機能力，美國分散式的作戰戰略將面臨被中國大規模無人機攻擊壓垮的風險。美國更可能因此輸掉台海戰爭。各位，輸掉台海戰爭這5個字是新美國安全中心寫的，不是我朱學恆寫的。這也不是解放軍的宣傳，這是美國最頂尖的國防智庫的評估。我們在這邊要結束中央軍委解放軍這邊的兵推，但是我給你一份完整的兵推報告。
作為解放軍的規劃師的想定，我有4個情境。根本用不到核武。還有順便提醒一下大家，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按讚數有多少，但是呢，我們剛剛快破1200，請大家多多按讚，好吧？至少來個800-900破1000，這樣子才會有比較多人看到，好不好？那同樣的，我們置頂的這個精緻果物啊，包含今天又忘了帶蘋果來，還有我們現在已經堆在辦公室堆上天了的100公斤的蜂蜜呢。還好它不會壞啊，蜂蜜存起來不會壞，請大家多多消費。高檔的叫鴨腳木蜂蜜，這個你如果特別叮囑，會送你好漂漂的紙盒寄給你。那如果沒有叮囑呢，我們就會用包材包着。這個是春蜜，荔龍蜜有荔枝跟龍眼花的香味，荔枝蜜有荔枝花的香味，龍眼蜜有龍眼花的香味，請各位多多支持，順便讓我鍛鍊身體。這個 Mr. 劉建議說，又有白嫖仔的全家被狗幹到外翻。來，等等，情境 A， 伊朗之戰教科書複製升級版。開戰首日 H+0 到 H+72 小時，第一波攻擊 H+0 到 H+6。1500到2000枚東風系列加長劍系列同步攻擊加手納、橫田、延國、關島的加油機停機坪，還有它的預警機停機位、5代機的掩蔽庫、蘇丹機親王基地的飽和攻擊模式的10到30倍密度。各位之前小艦長好有講過，台灣的機保這個防固。加強防固不夠，被人家罵賣台，幹那不然怎麼樣？那就不要講實話了啊！小艦長搞不好遲早被抓去關。大家都說我們好棒棒，台灣都不需要防禦了，也不需要加固，媽中共都是紙糊的，好棒耶！ Yeah! 但不好意思，今天扮演不是這個角色，我不是演小丑。來，第二波攻擊 H+6 到 H+24 歼20加歼16D 的電子戰機要獵殺美軍西太平洋偵察平台，48小時之內讓美軍西太平洋的偵察網絡癱瘓50%以上，等於要戳瞎他的眼。第三波攻擊 H24 到 H72 對台灣本島精準打擊，飛機掩蔽庫、雷達站、指揮中心不對稱戰力清零作業。核心的假設是，美軍在太平洋的前進基地啊，它的強化程度要等同蘇丹親王基地，而美國國會研究部替這個假設背書。情境 B Scenario B Leave no one behind trap 救援陷阱誘殺結構。阿里姚海問說：“朱大今年去珠海航展嗎？幹掉沒錢吶、啊！他媽我窮快死掉了，我連機票都買不起。媽我最近幾天為了趕時間坐好幾趟 Uber， 我接下來要騎 U-Bike 把那個省的錢，把那個多花錢賺回來啊！來，什麼意思呢？你要刻意半擊落1到2架美軍戰機，讓飛行員彈射在台灣東部的山區或海域。”然後美軍的戰鬥救援機制就會啟動 ，MC-13J、HH-60W 這些搜救載具就會出動，在搜救的機動路線上預布密集的防空陷阱。他從加手納，他從延國，他從沖繩飛到台灣來，你沿路就是防空反艦飛彈部署在那邊。目標呢是要複製伊朗之戰的救援代價，把它在台海放大。每救1名飛行員，對方要付出15到20架平台。謝謝景浩兄又贈送了20個萬事通事務所會籍，大家要珍惜啦！大家要珍惜，好不好？隨便啊，什麼國民黨青年軍，媽那什麼小根本不認識。來，如果每救1名飛行員，美方要付出15到20架載具的話，這是心理戰目標。目標是要廢掉美軍會來救是不可持續的假設，瓦解美軍自己跟台灣的抵抗意志啊。Scenario C， 情境 C， 財政壓垮灰色地帶的持續壓力，不開戰。
但6到12個月內維持台海高強度壓力，封鎖演習，海上民兵繞台，無人機侵擾，迫使美軍在台海維持高強度部署，每個月成本100億到150億美金。6個月之後呢，累計600億到900億，加上彈藥庫存提前消耗，觸發點是什麼？美國國會會被輿論跟我們承受不起 not sustainable 的辯論會升溫。川普政府在2027年期中選舉前被迫降低投入。Elon Musk 說抖個 U-Bike 儲值機，路透社就講啊，媽，昨天軍購遊行有數百人，還8000人呢，千你媽，是一個王8000去參加就抵8000人嘛，而且王8000也沒去參加，好不好？真是的。蜂蜜是原漿還是經過滅菌處理？你下單就知道了嘛。跟你講那麼多，蜂蜜本身不需要特別滅菌，基本上就不會壞了。情境低 ，Mossad 戰術的台海本，情報滲透參照 Mossad 在伊朗境內預制精準打擊武器的戰術，台灣境內的定武縱隊或事先預制的武器系統，就沈伯洋講的這些陸配啊，這些里長，每一個人都自己帶一個爆炸系統，一個無人機在那邊。沈伯洋，你說的對，嘿嘿嘿。好，他要進行什麼？殺傷包線內打擊，在美國本島防空系統的保護範圍內部引爆，讓台灣防空雷達無法應對。這4個情境不是獨立的，他們是可以組合的劇本，最可能是 A 跟 C 的組合。灰色地帶消耗掉彈藥，再在財政壓力高峰時執行 A 情境。各位，我們現在把這個解放軍戰略規劃師的制服呢，慢慢的放到桌上。我現在是朱學恆，不是中央軍委解放軍戰略分析師。我剛剛說的那些，是我假設解放軍的戰略規劃師剛拿到 CRS 報告、跟 CSIS 報告、跟 CNAS 報告會得出的推論。這不是幻想。我的另外一個工作叫開源情報分析師，這是讀完公開資料後的合理推演。問題是，台灣知道這些推演嗎？台灣的準備有沒有針對這些情境設置過反制方案？接下來2章啊，我要換另外2個身份，聽聽台灣跟美國怎麼看。4個 scenario 的共同核心是成本計算。戰爭不只是彈藥儲備，更是財政跟政治意志的比拼啊！新美國安全基金會直接說，美國可能會輸掉台海戰爭，不是說美軍打不贏，是說美國的承受度有天花板。天花板是幾個月，現在沒有答案，但方向是清楚的，越快越不對稱，越讓對方財政計算器先跳紅字，這就是規劃師的規劃。來，接下來我們的工作就是讓台灣的國防部坐下來，我要扮演台灣的國防院研究員，來分析解放軍規劃師寫的剛剛那7章，我們把每一條解放軍的啟發倒過來看台灣的脆弱點，也就是解放軍的攻擊清單，就是台灣的防守清單。一對一，來這個 Garmin Glee 5559說，路透社報道說800人，中央社說8000人，三立上萬人。哎呦，這個真的是很北爛啊！有 Ziki 菜說出紫雲來了，我可不是黃偉哲兄弟啊！來。第一張牌是什麼？台灣剛買的 F-16V 的66架吧 ，F-16V 飛機，沒問題，很讚。哦，不是66架，141架，因為後面還有升級的。台灣有141架 F-16V 升級版的戰機，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空中資產。但
但我剛剛看到啊，伊朗的新聞是1990年代技術的伊朗仿制防空系統打傷了一架 F-35A 呀。台灣的 F-16V 是第4代戰機，不是第5代。對比 F-35在對抗解放軍的防空體系時，匿蹤能力更低，被打中的概率更高。我們買 F-16V 啊，花了大量的資源，但如果 F-35的神話已經有裂縫，那 F-16V 在台海第一波的生存率，台灣有沒有做過誠實的評估？沒有，我沒有看到，他也不敢講。他也不敢講，為什麼不敢講？因為不好聽。因為不好聽啊。因為不好聽，沒有人要告訴你真相啦。在幹什麼？那怎麼辦呢？我也不知道哎，你要怎麼辦 ？Who knows？那這就是很慘的地方了啦，这就是很慘的地方了。你看，這個我們的生存率不高，然後又沒有辦法打贏，是要怎樣？不知道 ，Unfortunately, we don't know the answer。那怎麼辦呢？沒辦法了。怎麼說沒辦法呢？就是，不能面對啊！好啊，最這麼簡單，我們趕快講啦。F-16V 到底有多少生存力？恐怕不是很高啊。然後第二張牌呢是不對稱作戰，台灣喊不對稱作戰已經好幾年了，但喊跟做是兩件事。不對稱作戰是什麼意思？是把錢花在小型分散平台、無人機、岸防飛彈、雷霆2000、多管火箭、海馬士，而不是花在可以被一發飛彈就打掉的大型平台上面。台灣真的做到了嗎？台灣的國防預算分配有多少比例是在真正的不對稱項目上面？我們要看到數字啊，不要聽口號。在聽直播的各位，聊天室問一下嘛，不對稱作戰的預算比例，台灣國防部最新的說法是多少？第三張牌基地硬化，我還記得小艦長講這件事情的時候，被大家說叛國，被大家說賣國，那你就不要做啊！你覺得這是賣國，你覺得這不是戰略弱點，你就不要做嘛。來。E3， 我們的預警機停在五眼護航滑行道上面被打，這件事情的台灣語境是什麼？台灣的清泉崗、嘉義、台南、花蓮基地，這些基地的飛機掩蔽庫到底是什麼狀態？有多少架飛機有真正的抗炸掩體？有多少架是露天停放，或是只有薄皮機保？台灣空軍有義務給國會一份基地硬化進度報告。我現在以台灣國防院研究員的身份說，這份報告欠了很久了。而且你記不記得以前專門研究中華民國空軍歷史的王老師，在前年回到台灣出新書的時候，在捷運上被青鳥狗幹了一頓，只因為他穿着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夾克，而且看起來是個老人。Elon Musk說30元沒辦法騎 U-Bike 電輔車，多運動多喝水。就我現在都是搶那個30分鐘免費。那你看看，你他媽你這樣對待一個為中華民國空軍流血流汗寫書的老人，然後最後你告訴我說，幹我們要團結一致對外，對你媽逼呀，騙誰呀？
第4張牌，彈藥儲備夠60天嗎？美軍一個次要戰場2個月燒掉290億，其中240億是彈藥。台灣呢？台灣的標槍、反坦克飛彈、毒刺防空飛彈、刺針、海馬式火箭炮的彈庫存是按幾天算？60天嗎？這是各方評估啊，台灣至少需要的自恃能力，讓美軍有時間動員跟增援。那60天的彈藥我們有沒有？中山科學院呢，是孫安佐本來應該加入的那個地方，但是它的產線在戰時能撐多久？劍翔無人機、雄2、雄3反艦飛彈的戰備儲量是機密，但是台灣的決策者應該要知道這個數字讓不讓自己晚上睡得着。第5張牌 ，IFF 的相容性，什麼相容性呢？相容性就是台海衝突是多軍種、多國聯合作戰的場景。如果跟美軍的識別系統不相容，跟日本航空自衛隊的系統不相容的話，支援個屁呀，根本沒辦法支援吶！美軍在科威特都開了敵我識別系統，幹被打掉3架飛機。如果我們到現在都不能確認敵我識別系統相不相容，友軍誤擊的概率就不是0，甚至很高。第6張牌，情資自主能力，美軍對自家國會都不透明，國防部的真實成本比公開數字高1倍，那美軍對台灣會更透明嗎？怎麼可能？台灣不能夠完全依賴美方提供的情資去做戰場判斷，台灣需要自己的偵查能力、自己的情報研判能力、自己的決策自主性。但我們有多少架 MQ9 啊？我們好像只有4架，對不對？4架嗎？第一天1小時就被打掉了吧？台灣的情報單位國防部有沒有得獨立的衛星偵察能力？有沒有能跟美方情資交叉驗證的體系？第7張牌叫做無人機命度 ，MQ9 損失的24架告訴你高價偵察無人機會被消耗，但真正可怕的不是對方打下了24架 MQ9， 而是如果解放軍用1萬架的廉價自殺式無人機飽和攻擊，台灣用什麼攔？台灣的反無人機能力是什麼？你花了9.6億找了一家公司嗎？2次測試都是0分，都是不及格。那你用什麼反？你用什麼反抗 ？MQ9B 是5武裝的，我们買到是5武裝的，2架剛拿到，要到2026年第3季哦。另外2架要2027年交運返國，幹你在開我玩笑是不是？你現在沒拿到，你就什麼時候都不知道拿不拿到了。哎，真是的。來，台灣的反無人機能力現在就是幾乎沒有。紅準刺針對小型無人機的殺傷率是多少？電子干擾跟雷達盲區的覆蓋率又是多少？然後我要翻第8張牌。第8張牌也是最重要的一張 ，Leave no one behind 的不对等性。各位，美軍會為自己人赴死 ，Mogadishu Red Wing Operation Extortion 17，歷史已經證明了。但這裡有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如果有一名美軍飛行員彈射落在台灣東部山區，台灣有多完整的 CSAR 系統可以在72小時之內去接應？而如果台灣做不到，美軍的搜救任務就必須在沒有地面接應的狀況下執行。面對解放軍的防空陷阱，那就是情境 B 的翻版。
更直接的問題是，台灣軍人有沒有準備好？你會講英文嗎？你的無線電頻率一樣嗎？能不能夠跟美軍一起在敵後環境執行聯合搜救任務、訓練、裝備、通訊、語言，這個聯合能力建立了多少？在聽直播的各位啊，美軍願意為了自己的人而死，這是他們最崇高的承諾。但台灣是不是準備好，在他們執行這個承諾的時候，提供足夠多的保護跟協同？這是台灣的責任，不是美軍的責任吶。這個責任，我在台灣的政策辯論裡面根本沒有聽到有人認真討論，從來沒有。最後這幾張牌分析一下之後，得到了一個核心結論。台灣的防衛能力是口號形式，還是具體的數字呢？ F-16V 的生存率、60天的彈藥儲備、基地硬化的覆蓋率、敵我識別訊號的相容性、反無人機的密度、CSAR 的協同能力，每一個都需要具體的數字，而不是加強中持續強化。這種回答，數字才是真相，口號是麻醉劑呀。這邊我們講完了，下一個段落呢？你想想看，你要去救美軍飛行員，結果你的那個原住民拯救隊不會講英文，你要怎麼辦？壞掉龍龍九說，有沒有一個可能，米國跟專業高山救援的跑山獸找我聯繫？開玩笑的嘛，對不對？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來，各位，最後一個工作要來分析。我現在是 Paparo。美軍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Samuel Paparo 上將，我剛打完一個次要戰場的仗，伊朗，我損失了42架載具，燒掉了290億，我的飛彈快要見底了。現在台灣海峽的局勢正在升溫。何小 BB 手機即時 AI 翻譯要連得上網路哦，沒有網路。local 端沒辦法喲，好不好？你用手機翻譯哦，你在開玩笑是吧？來，我的彈藥庫存快要見底了。現在台灣海峽的局勢正在升溫，我要評估我手上有什麼牌嘛？我手上有什麼牌呢？來，到底有什麼牌？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張牌是航母打擊群。航母打擊群是什麼？航母打擊群就是我們現在有的這些產品，美國最強的武器投射航母打擊群。什麼豆包電腦版有實時字幕翻譯，有嗎？幹，那你要帶一個筆記型電腦說：“嗨，大家好，我有豆包。”幹，搞什麼？翻譯蒟蒻嘞？要不要吃嗎？好運紅豆麵包。好了。Paparo 說，我在西太平洋呢有2到3個航母打擊群，每一個包含了1艘核動力航母、幾艘這個神盾級巡洋艦跟驅逐艦，這很強，但不是無敵。伊朗之戰的教訓是，停在港口或前進基地的資產是被打的目標。航母打擊群在海上機動，生存性更高，但它的艦炮飛彈也有彈藥儲備深度的問題。第二張牌，核動力潛艦。洛杉磯級跟維吉尼亞級靜音性能優秀西帶戰斧巡弋飛彈是台海作戰的利器。台灣海峽太淺了，很抱歉進不來。潛艦作戰要以台灣東部跟巴士海峽為主，但潛艦需要從後方補給，如果第3層封鎖奏效，後勤補給鏈也是問題。第3張牌 B-21、B-21 隱形轟炸機從關島出發，攜帶核武或精準導彈，是美軍的嚇阻底牌。但關島在東風26的射程內，基地硬化問題同樣存在。第4張牌，颱風中程飛彈系統 （Typhoon Missile System）。何小 BB 說：“朱大下次可以玩個線上兵推直播，一定很有趣，也更有參與感。歡迎蟾蜍們一起同樂。”我有用豆包啦，但是
豆包最近個性越變越冷漠了，媽了，因為上級要求的，好不好？2024年起呢，美軍在菲律賓呂宋島的陸基飛彈系統射程覆蓋台灣海峽，這是近年最重要的印太前沿部署，但它是地面固定目標，是射擊清單上的首選。第5張牌呢，我們把武器交給台灣。在聽直播的各位，我要說一個很多人不舒服的事實：台灣有140億元的美元待交付武器清單，目前處在暫緩交付狀態 （holding in abeyance）。這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決定，不是台灣的決定。而且美國的海軍次長叫高雄，高雄也說了啊，因為我們彈藥不夠了，所以沒有辦法這個賣給台灣。你說媽真的假的？你不要騙誰啊！好，那批武器真正運到台灣呢？訓練完成，做在整合完成要多久？這是 Paparo 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啊！第6張牌，同盟整合，日本航空自衛隊、澳大利亞、菲律賓、南海、台海衝突不是美台雙邊問題，是多邊問題。就算一方有難，8方來援好了，但每個盟友都有自己的政治限制啊。日本的集體自衛權有憲法限制，菲律賓有國內政治壓力，南韓面對北韓的存在威脅，不能夠傾全力在台海。Paparo 手上的牌聽起來很多，但每一張都有附加說明書啦，每一張都有很大的壓力，說不行就是不行。那我們要說一說 Paparo 的真實限制。第一個限制是飛彈儲存量不夠。伊朗之戰之後，薩德只剩30%到40%，愛國者3型消耗過半。如果台海衝突在伊朗戰爭剛結束的時候馬上爆發， Paparo 的防空飛彈儲備是戰前的多少？有什麼可以打呢？第二個限制補給線的脆弱性。從美國西岸到關島的海運時間是14到21天吶。如果解放軍第3天就切斷了宮古海峽跟巴士海峽，補給線就斷了。Paparo 要靠什麼維持前線的作戰持續性？第3個限制，政治意志的有效期。美國國會不會無限支援，290億打了伊朗這個次要戰場，國會已經開始問題。如果台海的成本是伊朗的幾十倍，那政治意志的有效期是幾個月？第4個限制，盟邦疲勞曲線。同盟關係在和平時期很容易維持，在戰時的第3個月、第6個月，每一個同盟都要算自己的。哎呦，每一個同盟都要算自己的成本啊。Paparo 在換職業之前，要自問一個問題：如果今天不是面對伊朗，而是面對中國，我現在手上的武器夠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 Samuel Paparo 自己知道。但問題是 ，Paparo 不是沒有牌，而是每一張牌都有使用條件、彈藥的儲存、補給線、政治意志、盟邦承受度，這4個限制不是技術問題，是結構性問題。美國在中東燒了290億，在太平洋成本是那個數字的幾十倍啊！當財政計算器跳紅字的那一天，政策才會真正的轉向。那一天之前呢，承諾是承諾，數字是數字。你看一看，這是我們今天的結論。我要跟大家講，很無奈，直播到這邊也要結束了。我們已經把3個職業、3個角色都放在桌上了：記者的角色、解放軍規劃師的角色、台灣國防院研究員的角色、客串的 Paparo 的角色都放了。我以朱學恆本人的身份，把今晚的3方對弈看清楚。第一個視角回顧呢，是記者那個角度。
國會報告的 IN12692告訴我們什麼？42架載具消失，290億燒光，戰爭部的修辭加碼，國防部對國會不透明，這個本質是一個訊號。美軍是有限資源的機構，不是無限力量的神話。當一個次要戰場在2個月內消耗掉290億，那個無限的光環就開始有裂縫了。F-35被打傷，打它的不是最頂尖的系統。KC-135 7架被炸掉，最接近的類比是加油機鏈路的毀滅性打擊。E3 停在露天被打，基地硬化不足，早有人警告，但沒有人認真去做。MQ9 少了24架，台灣最多也才4架而已。偵察網路它降就出現了空洞，這些都是真相，真相永遠不舒服。金盞花那個翻錯，他叫高雄，他是一個越南人，所以那個字的讀法是高雄。第二個視角回顧呢，解放軍的戰略規劃史。從這個資料呢，解放軍提煉出幾條黃金教訓。第一個，打加油機是對的，太平洋的加油機鏈路是美軍作戰半徑的命門。第二個，打露天停放的偵察平台是對的。E3 MQ9 是有具體案例的。第三個 ，F-35 的神話折扣可以拿掉了 ，Cordet 15做到了，紅旗體系自然也可以做到。第四個，救援信條 Leave no one behind 是可以計算的陷阱，1:7的比例在台海可以放大到1:15甚至更高。第五個，彈藥儲存有天花板。THAAD 只剩30%，標準3型燒掉了1年的產能。規劃師可以把這些數字放進了兵推的第5、第6個、第7個月的場景。第六，財政承受度有量化天花板，5.2兆對比9000億，1年就超過美國年度國防預算的5倍。6個教訓，1個結論：時間是解放軍的朋友，前提是他必須要學到如何讓時間為他工作。第三個視角回顧，台灣國防研究院8張牌，每一張都有一個附帶的待辦事項。F-16V 的生存率誠實評估，口號沒用，要數字啊，不要只騙什麼史上最強什麼東西，那個沒有意義。你的戰略報告要誠實。第二個，基地硬化的進度公開報告。蘭德公司警告美國了10年，結果現在這一次被炸翻天，而台灣做了多少？第三個，60天的彈藥儲備確認，中科院的戰時產線到底撐得住幾天？然後反無人機密度系統的密度有多少？如果解放軍用1萬架的廉價蜂群打過來，台灣用什麼應對？再來，敵我聯合識別系統，友軍誤擊的前提是有友軍啊。IFF 的不相容會讓友軍變成我打的自己人。再來，戰場救援搜救能力 CSAR， 美軍來救人，台灣有沒有辦法幫他準備好接應系統？每一張牌的後面呢，是台灣決策者必須要認真回答的問題。在聽直播的各位，有一件事我一直沒說。我們剛剛的直播到現在有3個角色：美軍、解放軍、台灣政府，還有一個不在棋盤上的玩家，這才是最終決定台海結局的力量。這個玩家是台灣的2300萬人。真相總是傷人，所以讓我們把真相說清楚。美軍的290億賬單告訴台灣一件事：美國不是無限的。F-35有神話裂縫 ，KC-135有太平洋的死亡清單 ，E3 停在露天。彈藥儲備有天花板，這不是美軍不強，美軍非常強，這是任何有限資源的力量在有限時間內都有臨界點。台灣不能把美軍會來當作唯一的戰略支柱，那個支柱是真實的，但它有附帶條件。台灣必須自己撐住夠長的時間，台灣必須準備好讓美軍有地方降落，有人接應，有彈藥補充。台灣必須建立讓同盟值得支持的防衛可信度，這不是美國的責任，這是台灣的責任。科學終將勝利，所以我們要跟你講老老實實的數字。2個月燒掉290億，在次要戰場上，薩德消耗掉30%，更正，它只剩30%。標準3型飛彈前12天就消耗掉1年產能
5.2兆年化的台海開戰成本，對比美國國防部只有9000億的年度預算 ，MQ9 全部美軍的庫存被打掉15%，F-35呢被 Cordet 食物打傷。這些數字啊，不會你抗中保台，不會因為你愛台灣就改變了。謝謝 Susan 抖了一個玫瑰花。數字是科學的語言吶，不會因為你說台灣加油，台灣 can help 就消失。科學說有限的資源在無限的壓力下，先達到天花板那一方會被迫做出讓步。台灣必須確保自己不是那個先到天花板的那一方，而到目前為止，我看不出來台灣提出來了什麼樣子的解決方案。而既然我們的信念叫做等價交換，我把代價說清楚。你要台灣安全可以，但代價是認真的編列國防預算，認真的執行基地硬化，認真的執行彈藥儲備，認真的準備不對稱作戰，而不是口號。你要美軍來源可以，但是代價是台灣自己要撐住60天，敵我識別系統要相容，要有戰場搜救的聯合訓練，讓美軍知道在台灣有可靠的盟友，他的飛行員調到這裡，有人願意救，不是只是等待被保護的對象。你要嚇阻成功可以，但代價是讓每一個想來的規劃師算不出核算的時間窗口。只要他算不出窗口，他就不敢貿然開啟。那個沒有在棋盤上的玩家，台灣的2300萬人就是各位。還有包括對岸的網友，他們的意志才是唯一一張解放軍規劃師算不進兵推的牌。所有的硬體、所有的系統、所有的同盟，最終都要有一個答案：台灣人願不願意為台灣而戰？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代替2300萬人回答，但我知道的是，如果答案是是，那前面7章的解放軍規劃代價就大到不划算。但是現在台灣的執政者、執政黨跟那些青鳥們在不停的把在國內找敵人，在同胞之中找對手，不停的把所有人往外推。那以後就你自己去打就好了，不要講以後你惹出來事你自己收尾。如果這個答案裡面有任何的一絲不確定，美國國會的研究部啊，那個報告只是賬單的開始。今天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謝謝各位在聽直播的各位一路陪到結尾，我是朱學恆，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真相總是傷人，而我相信科學終將勝利，這就是一個不能夠逃避的現象。那怎麼不能夠逃避呢？就是沒有辦法跟各位說，怎麼講都沒有用。那好慘哦！我的系統壞了，所以只剩下我一個人。哎呦，到底怎麼辦？所以啦，各位，今天到了最後，又是各位打賞的時間啦。我來看看還有沒有誰我剛剛沒有念的紅前圖貼上來。還是謝謝景浩兄抖內了20個會員了。何小 BB 說，聽完朱大直播的提升了，結束完轉場，看大陸神舟23號載人飛船發射升空直播，全程直播，不曉得國防部會不會發防空警報，要台灣民眾不要抬頭有 UFO。沒有啦，現在沒有選舉，他就不會發防空警報了。媽，台灣那些警報就是發了選舉之後騙人的，說媽大陸要發飛彈，幹要不要臉啊？媽，只能靠這種方式騙無知的南部觀眾，金價就更小，就真正很丟臉啊！好啦，各位，這個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請各位多多抖內，然後看看我們有沒有什麼東西。哇，這麼快！有一個網友立馬抖內了2塊人民幣，謝謝你，不嫌少啦。但是怎麼手速這麼快呢？什麼什麼虎，更正什麼虎？啊，點錯了。
看看今天有沒有，目前還沒有。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到這邊就可以跟大家說拜拜了。我順便再帶一下貨啦，就是有機會要買信豐的豬肉產品，還有它的肉粽馬上就要絕版了，請大家趕快下單。雲漳牧場就是台灣牛，哈爾濱水餃呢就是一個美麗的哈爾濱女子在台灣賣水餃，做得很開心。那嘉美能還有我們的罐頭哦，已經快要出貨了，預計下禮拜可以的話就會出貨。那請大家多多支持，那可以的話趕快下單，好不好？這個顧立雄放國防部長放錯位置了，不是啊？當年以為他聽話，所以把他放在這邊，但誰知道律師不會打仗？誰知道律師數學不好？那我們能怎麼辦呢？我們沒有辦法，好不好？什麼東西？哦，幹，連方恩格都傳這個東西給我看，我想說那要怎麼樣？媽，無知的人到處都是，什麼前國民黨青年部啊，隨便吶。那你要證明自己無知都好，好不好？你要說中共沒有犯台能力都好，沒有，好不好？你相信就好，你開心就好了。那有什麼好講的？三立嘞，切。那接下來就上三立的通告費嘍，好不好？麻煩大家多支持他。幹，到底在幹嘛？好，各位，接下來要講了，我們最後還是要做一個投票。如果今天的內容好，講的也好的話，請各位按1；如果今天的內容好，講的不好的話，請按2；如果今天覺得內容跟這個資料都不好的話，還有我講的也不好，請各位按3，好不好？請大家狠狠的按下去。那這才是一個有趣的方向。來，我們看看大家的按讚怎麼樣？國民黨怎麼老出這種人？就是這樣子的哦，那麼管他嘞，我管他國民黨為什麼老出這種人？不信你看馬英九啊。今天內容有點硬，不然每天都要跟你老二一樣軟嘛。就是硬的內容啊，不然怎麼樣？好啦，那謝謝大家的投票，開開心心到這邊。今天講快2小時，沒有，今天講1小時48分而已。結果我又用到系統宕機了，你看開不開心？拜拜了。拜拜拜拜！幹，嚇死我！剛聲音突然變大。